欢迎 follow Professor Ye。上一支影片，我们大家一起搭机来到了 Boston 的爱德华劳伦斯洛根将军的机场，然后我们最后抵达了查尔斯河的另外一端的 Cambridge 剑桥市。剑桥市和波士顿呢，它的热闹繁华呢非常不一样。那最让大家熟知的是，这有2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呢，就在这个小小的区域里头。那这2所大学就是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 （MIT）。那最厉害的是呢，全世界有将近1/6的诺贝尔奖得主呢，都去过这个小镇呢。所以你也知道了，要申请这2所大学是多么的竞争，非常的不容易呢。麻省理工学院是位在查尔斯河的北岸，那大家熟知的麦克劳林大楼，还有大穹顶。那每一年的毕业典礼都会在前面这个草地上举行。那很多的游客来到这边呢，他也会拍照啊，然后留念做他以后想要来 MIT 的一个许愿。那我跟 Jeff 在2018年的时候呢，是第2次来到 MIT。那经过了11年的努力之后呢，那 Jeff 终于在2019年2月的时候收到了录取通知，还有呢奖学金的内容。Jeff 在2019年的波士顿还是非常寒冷的4月天呢，那非常开心的来到 MIT 参加他们的 Music Days。那在5月的时候，John Hopkins 毕业以后呢，回到台湾休息了2个月，也到日本去做 internship。那在8月的时候呢，我也在陪他一起再来到 MIT， 然后把宿舍啊其他事情把它处理完。那也因为这几次的来来往往 MIT 呢，也对学校的校园还设施呢有更多的了解。其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你可能不知道这个有名的大穹顶的下面呢，那其实是一个图书馆哦，跟阅览室呢。那也希望有机会你可以来看一看。那有关于呢，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的大学或者是呢博士班有兴趣的话呢，我也希望以后可以再录一支影片，跟大家一起分享如何有计划的申请美国的大学，跟准备博士班的申请。在介绍 MIT 的校园之前，别忘了 follow Professor Ye， 要订阅，还要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那大部分的人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呢，都会从这个学生活动中心旁边的麻萨诸萨大道呢，然后走过去马路，进入这个罗杰斯大楼来参观。那这个大楼1楼呢，有很多的行政单位，也包括招生处。那2楼以上呢，是有很多的教室啊、实验室。那其实这栋大楼也有很多的通道可以连接到每一栋大楼，也让同学可以在下大雪的时候呢，不用担心在寒冷的外面走动。那大家所熟知呢，就是在学生活动中心旁边有一个充满了数字的这个人体雕像，那非常的有名。那就好像你知道 MIT 呢，它主要是要培养的物理啊、科学啊、工程、电脑这些人才呢，都需要非常好的这个数学头脑。那当然，这个雕像在这边也好像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必须要冷静的思考，这样的态度，我们才可以面对这些快速呢，这些科技是这么样的快速的这个进步。走进罗杰斯大楼以后，我们可以看到4个非常醒目的布条，然后上面写着可以让世界更好的 education 教育 innovation 创新发明 research 研究以及 patient 热情。
麻省理工学院从1861年创校到现在呢，学校的教育目标呢，就是希望可以让世界更好的科技，也就是呢 make a better world。那当然 ，MIT 选择学生的标准呢，除了成绩是基本门槛之外呢，你是不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人？应该说你是不是可以让世界更好的人？那你就是 MIT 的最佳人选。那我们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呢，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呢，那他也是毕业于 MIT 的大学跟硕士。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他也捐赠给 MIT 呢修缮管理学院大楼的这个经费。那之后 MIT 也把这栋大楼呢，把它命名为 Morris and Sophie Building。Jeff 到底在 MIT 哪里读博士班呢？就是这一栋风格非常前卫的建筑大楼——史塔特科技中心。那这栋研究中心主要是研究人工智慧跟电脑电机工程等的研究。那 Jeff 在读小学的时候呢，曾经在这个楼梯前面拍照。那我在2013年的时候，也带了我们的学生呢，来到 MIT 这边参加研讨会。那在那时候刚好遇到波士顿马拉松路跑的这个爆炸事件，当时候呢，凶手逃到 MIT， 然后呢，造成了一位警察不幸死亡。那就是在这个广场前面，那现在有这个纪念碑呢，就是在纪念这个重要令人难过的事件。Jeff 在2022年初有参加鸿海科技奖的这个竞争，那当然他也在 YouTube 有上传一支他的影片，那有兴趣的也可以去追踪他哦。当然很幸运的Jeff有获得了25万的奖学金。那鸿海基金会这些年呢，也一直都有提供给一些家境清寒或者是优秀科技的背景的这些学生。那有兴趣的家长啊，或者学生呢，你也可以上网去了解看看，然后也许你也可以申请这些奖学金哦。想要了解更多 Jeff 有关于他的研究的资讯呢，你也可以在网页上面找到他相关的 CV 还有履历。那另外 Jeff 的研究呢，也曾经在 MIT 的 News 里面介绍过，那大家也可以去追踪哦。Jeff 就读的博士是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，那它的缩写就是 CSAIL。那这个实验室是在2003年的时候整合了 Computer Science 跟 AI 的实验室，那也是目前世界上研究 AI 非常重要的有名的一个中心。那我们进入这个史塔特大楼的1楼呢，可以看到在电梯的入口旁边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萤幕呢。那除了这些，还有1楼呢，还有学生的餐厅，然后有健身房，还有幼儿园，那以及有公告各种不同消息的这一些的布告栏。那 Jeff 的研究楼层呢，可以看到的是他们这个单位的教授们，还有主任们的研究室。那还另外也有学生的讨论空间，还有呢通往各大楼的通道，还有茶水间，然后以及非常多不同的这个研究室。Jeff 在2019年8月底的时候，很幸运的抽到了学校的宿舍。那这个宿舍的名字叫做汤后。那位在查尔斯河河畔呢，有着无敌的河景。那这栋宿舍是在1973年完工，由香港的企业家唐炳元呢所捐赠的。那唐先生他有着纺织大王之称，那听说一家3代通通都是 MIT 的毕业生，那也听说呢他是促成了香港理工大学呢成立的一个重要的人物。
那这样子来看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，美国的名校非常非常重视那个校友的连结。那因为成功的校友会积极的回馈学校，然后让学校更有钱。那所以 Jeff 当时候住在这栋宿舍的19楼，然后可以看到早晨的日出，一直到傍晚的日落，是不是非常幸福呢？Jeff 现在住的地方呢，是已经有将近200年历史的老公寓。那客厅书桌前面的这个大窗户呢，陪伴着他每个跑城市的日子。那尤其是可以看到早上的太阳从左边升起来，到傍晚呢从右边落下。冬天的波士顿呢，3不5时会飘着细雪或大雪。那我们大家就一起来欣赏美丽的窗景吧。跟大家介绍，在学生活动中心还有体育馆旁边的这个 Christchurch 礼堂。这个礼堂是一个非常知名的芬兰建筑师，也是毕业于 MIT 的他的设计的作品呢。那目前是作为表演厅来使用。了解了这么多有关于 Cambridge 的麻省理工学院呢，是不是还意犹未尽呢？那我们就跟着 Jeff 一起去走一走，看看美丽的 Cambridge 还有麻省理工学院哦。